原本以为只有普通老百姓会断供，没想到连管理着近12万亿美元资产的华尔街最大资管公司贝莱德也玩起了这一招。更让市场震惊的是，这可不是小打小闹，一次性放弃了价值12亿人民币的上海黄金地段写字楼。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惊人的交易细节。2017年，贝莱德以12亿天价从保德信手中接下了上海北岸长丰逸动和 G 栋写字楼，当时的单价高达 4.3 万元平。有趣的是，保德信才在1年前从李嘉诚手里买下这2栋楼，出价仅 8.3 亿，短短1年就赚了 45% 的差价，这买卖做得确实漂亮。但贝莱德接盘时可没想到自己会成为最后的接盘侠。根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当时贝莱德只付了 35% 的首付，剩下的 7.8 亿是从渣打银行带来的。用 65% 的杠杆收购商业地产，这在当时看来是个标准的空手套白狼投资策略，用银行的钱买楼，靠租金还贷款，等着升值再套现。谁料风水轮流转，6年后的今天，这2栋楼连7折的价格都卖不掉。更令市场震惊的是，2024年初，贝莱德干脆放弃了还贷，主动选择断供。根据仲量联行的最新报价，这2栋楼现在的市场估值已经跌破了 7.8 亿，单价更是暴跌至 2.8 万平以下。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全球资管巨头如此决绝？数据会说话。高力国际最新统计显示，2024年第4季度上海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已经飙升至 19.6%， 几乎触及 20% 的国际警戒线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在上海的18个资中心区域中，竟然有13个区域的空置率已经突破 20%。北滨江区域更是高达惊人的 55.7%， 而贝莱德这2栋楼所在的长丰区域也达到了 34.7% 的高位。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据业内人士透露，贝莱德这2栋楼的主楼出租率仅有 50%， 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。即便小独栋能保持 100% 的出租率，但在租金持续走低的大环境下，上海甲写租金环比下滑 1.2%， 降至 6.54 元每平方米每天，这些收入根本无法覆盖高额贷款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贝莱德这一举动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。据统计，近期已经有多家国际投资巨头开始抛售上海写字楼，黑石以9900万美元出售淮海627号，8年只升值 6%。 高盛的财团更是将仙乐丝广场的售价从35亿砍到28亿，新加坡 OUE 更是以 35% 的骨折价 19.2 亿甩卖力宝广场。市场分析师警告，贝莱德的断供行为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，一是表明连最顶级的国际投资机构都对中国商业地产失去信心，二是为其他持有问题资产的机构树立了断供止损的典范，三是对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敲响了警钟。贝莱德在上海的断供事件揭开了中国商业地产崩塌的序幕。就在不少专家还在讨论市场即将见底的时候，中国商业地产市场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潮。一线城市的高端写字楼陷入了严重的空置困境，市场估值更是持续暴跌。让我们来看看2024年发生在中国市场最惊人的一个案例。香港地产大亨陈洪天的祥集中心，这个曾经价值70亿港元的地标性建筑，最终只以 26.5 亿港元成交，跌幅超过惊人的 62%。 追溯这栋大楼的历史，陈洪天在2016年以45亿港元买入，当时还被誉为慧眼识珠。谁能想到，短短8年时间，这笔投资不仅让大亨破产，还让恒生银行损失了近20亿港元的呆坏账。更讽刺的是，这栋曾经的金融地标最终被香港都会大学接手，
准备改造成教学楼。这个结局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传统金融中心正在衰落。根据仲量联行最新发布的2024年全球商业地产报告显示，香港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达到创纪录的 15.8%， 中环核心区租金同比下跌 23.4%， 整体写字楼市值较2019年高点跌去 45%。 让我们再看看国内一线城市的惨状。高力国际的最新数据触目惊心，深圳写字楼空置率高达 27.3%， 创历史新高。北京金融街区域租金跌幅达 18.6%， 广州珠江新城写字楼售价较高点跌去 35%。 更令市场担忧的是，中国科技企业正在重新定义办公空间需求。据统计，超过 60% 的互联网企业已经开始推行弹性办公制度，大幅减少租赁面积。阿里巴巴、腾讯、字节跳动等巨头纷纷缩减办公空间，有的甚至直接退租整栋写字楼。业内专家分析，这波席卷中国商业地产的危机来得特别猛。从速度来看，短短半年时间，跌幅就超过 20%， 创下历史之最。更要命的是，这次危机仿佛精准制导一般，专门瞄准了中国的传统金融区，让曾经寸土寸金的核心商圈沦为空置率鬼城。中金公司的首席分析师在最新报告中发出警告，中国商业地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传统的地段为王理念正被颠覆，未来的价值中心或将从实体大楼转向数字空间。国泰君安更是在近期报告中抛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预测，到2025年底，中国一线城市的商业地产价值可能还要再跌 30%至40%。这不仅是简单的市场调整，而是整个商业模式的根本性转变。业内专家分析，这波商业地产危机来得又快又狠又准。从速度来看，短短半年时间，跌幅就超过 20%， 创下历史之最。花旗银行的首席分析师在最新报告中警告，中国商业地产正面临范式转变，传统的地段为王理念正被颠覆，未来的价值中心可能在数字空间，而不是实体大楼。摩根大通更是在近期报告中抛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预测，到2025年底，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商业地产价值可能还要再跌 30%。 这不仅仅是周期性调整，而是结构性转变。事情还没完，就在商业地产崩盘的同时，一个更令人担忧的趋势正在显现，全球科技巨头正在加速撤离中国。让我们先来看一个触目惊心的场景。据南华早报实地探访报道，曾经人头攒动的郑州富士康招聘中心，如今冷清得吓人。这个曾经每天要接待上千名求职者的地方，现在半小时内只有寥寥2-3人问津。而在疫情前，这里可是苹果 iPhone 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，每逢旺季招工，甚至要排队好几个小时。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最新数据让人触目惊心。2024年第4季度 ，iPhone 在中国的销量暴跌了 18.2%， 这个曾经的市场霸主不仅丢掉了第1的位置，更是一路跌到第3名。进入2025财年，情况不见好转，第1财季中国区收入同比继续下滑 11.1%。这些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苹果在中国市场影响力的持续衰退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罕见地公开承认公司正在调整生产布局。知情人士透露，富士康已经开始将大量产线转移至印度和越南。这个信号太强烈了，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都开始撤离中国了。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最新调查报告揭示，跨国公司的战略已经从中国+1升级为 ABC Anything but China， 即除了中国都可以。
根据报告统计，2024年有超过400家美国企业宣布减少在华投资，87%的受访企业正在考虑调整供应链。越南和印度成为最热门的替代选择。标准普尔的研究更是直指问题核心。过去企业只是将组装环节转移出中国，但现在连核心零部件生产也开始撤离。感测器生产线外迁比例达 42%， 印刷电路板产能转移超过 35%， 电子元件供应链重组速度创10年新高。摩根斯坦利的首席分析师在最新报告中警告，我们正在见证一场史无前例的产业链重组。这不仅仅是贸易战的结果，更是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加速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趋势似乎还在加速。据路透社报道，包括戴尔计划到2025年将 80% 的笔记本产能迁出中国，惠普已将 30% 的打印机生产线转移至泰国，微软正在印度建立新的供应链体系。高盛的研究团队估算，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到2025年底，中国可能失去超过500万个制造业岗位，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下降 40% 以上，产业工人工资或将下跌 15%至20%。彭博社的评论一针见血，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一个信心危机。当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都开始去中国化，整个产业生态都将面临重构，从商业地产到制造业，从金融投资到科技产业，一场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机正在中国蔓延。